87键的机械键盘，人体工程学的鼠标，配合我的 Mac Studio， 用起来确实都能用。但说实话，哪怕他们都表现正常，我还是觉得差点意思。就像我把头发梳成大人模样，穿上一身帅气西装，结果脚下是一双洞洞鞋，说不出哪里有问题，但你知道，它就是不对。看了那么多海外桌搭博主，我一度以为妙控键盘和妙控板是桌子的原装配件，那银闪闪的铝合金确实很有苹果的味道。最近梦里都有人在我耳边念叨苹果生态无缝继承，我一度都准备下单了，结果醒来一看价格，对不起，是我不配。但是朋友们，好奇心这种生物强大、固执还特贵，每晚都有人在我耳边催眠，买吧，体验才是第一生产力。我承认我破防了，带指纹识别的妙控键盘、妙控板一步到位，开机配对搞定，毫无波折。我敲下第一行字，手指划过那片充满乔纳森灵魂的玻璃板，下一秒我脑子里好像被人捶了一下，这才是 Mac 本来该有的感觉吧。这期视频我们就来吹，哦不，聊聊这套妙控双雄为什么是 Mac 键鼠的最终归宿。话不多说，让我们 Let Go。一体成型的铝合金外格，苹果标志性的圆角设计，你甚至可以把它直接搁在 MacBook 上，没有任何一点违和感，就像把 MacBook 的键盘拆下来单独使用。一模一样的键帽，一模一样的布局，功能键 Ctrl、Option、Command 全部都在该在的地方。不用切键位，不用适配，尤其是第三方键盘永远对不起的 Command 加 X， 在这里终于对齐了，我整个人都舒服了。剪刀脚的结构和 MacBook 差不多大小的键帽，第一次上手会觉得怎么这么软，但敲一下你就会明白，触发轻，键程短，就是专门为我们这种天天被文档压着跑的社畜选手准备的，一点都不夸张，不用发力，手指轻轻一碰就能触发。相比之下，机械键盘敲久了是真的会累。没有那种咔嗒咔嗒两段式的段落感和全办公室都能听到的声响，妙控键盘显得特别安静，手感闷，少了点回弹，但多了点稳重，是蓝牙连接的稳，开机即连，从没断过，从不掉链子，重量240克，轻到你甚至可以用一只手顶起来，虽然我不知道顶着它干嘛用。楔形设计最薄的地方只有 0.41厘米，比我的食指还薄，好处是手腕能很自然地贴着桌子打字，不用悬空着，坏处是你会觉得自己一直在敲桌子，太贴太低了，以至于我需要稍微垫一下，这种感觉才有所缓解。不过比起物理结构的割裂感，第三方键盘不能指纹解锁的痛苦才是真正的痛苦。一旦用上了长密码、复杂的用户名，再加个 passkey 管理密码，你就知道啥叫纯折磨。就好像回到了 iPhone 刚发布的那年，没有指纹解锁，没有 Face ID， 每次都要手动输入锁屏密码，是真的累，也是真的烦。而现在安装设置、解锁 Mac、访问密码库，全部轻轻一碰搞定。不夸张的说，这不是体验的优化，这才是真正的科技改变生活。讲真，光凭这点，我快要原谅它的价格了。这时候你肯定要说了，你是不是有点果味太重了，都尬吹成这样了？错了，我承认它的体验是好，但也不是完美的。没有键盘背光，说真的，现在随便买个200-300块钱的键盘都有 RGB 跑马灯了，你苹果都卖这个价了，灯呢？你要说为了省电，好，这个理由我勉强信了。续航是好，1个月才充一次，可是我真希望少撑几天，给我加个灯，哪怕是白的，也别让我晚上当满打的练习生。如果你问我 macOS 和 Windows 最大的差别在哪，我一定会说是触控吧。macOS 上每一个手势操作，双指上下滑动页面，左右前进后退，四指上滑显示所有窗口，左右滑动切换桌面，全部都会让你觉得本应该就是这样，你同意吗？一整块磨砂玻璃，大小跟16寸 MacBook Pro 上那块差不多，一样的楔形结构，一样的圆角收边，侧面长度刚好跟妙控键盘齐平，像豆浆跟油条，天生般配。触控板上每个位置都能点按，而且它的点按感不是靠机械结构，而是靠震动马达模拟的。和以前 iPhone 上的 Touch ID 一样，虽然没有 MacBook 那样清脆的回弹，但响应清晰，每一下你都能感受到它收到了你的指令。在设置里打开轻点来点按，这样你轻触一下就能模拟左键点击，不用再费劲去按压整个触控板。再激活3指拖移，可以3指拖动窗口，选中文字，甚至3指轻点就能预览文件，替代空格键。移动手指的速度会决定鼠标的移动距离，快就远，慢就近，很灵活。而且现在吸口妙控盘终于摆脱了早年那90赫兹的蓝牙回报率，可以跑到135赫兹，甚至接近200赫兹。丝滑的程度值得苹果为它取名 ProMotion。但丝滑是有代价的，没有手托，手掌悬空，全靠手指发力，撑不过半小时，手酸的你开始思考，
就这还能替代鼠标？我必须诚实地说，不能。日常浏览、写文档、处理文件，它几乎无可挑剔。但如果是修图、剪视频、打游戏，不好意思，好鼠标还是王道。除了这些高精度场景，我也必须再诚实一次，日常操作手势确实比鼠标更好用、更爽、更滑。滑一下、捏一下、三指一滑，真的会让你不知不觉把鼠标扔在一边。它们就像游戏里的两个英雄，点了不同的技能树，鼠标加的是力量，适合关键时刻一击致命。而妙控板给的是敏捷、滑动、拖拽、手势切换，一整道操作顺道飞起。你不能要求一个刺客去当坦克，也不能指望一个法师来硬刚。所以，与其说谁能替代谁，不如说他们各自都有属于自己的战场。那妙控鼠标呢？力量、敏捷、体力、魔法都平均分配的英雄，放到战场上，能活下来，也能打输出。但是你很难指望它单挑大 boss。第三方的键盘和鼠标，大多数时候其实都挺好用的，但是你常常需要多一点耐心去应付那些小毛病，蓝牙抽风，还有一点不太对劲的审美断层。那种它能跟你的 Mac 沟通，但总是带点口音的感觉，就像我这福建口音和我东北同事说话一样，能聊，但经常他们问我到底是事实还是时事。黑化肥会飞花，灰化肥发。它们是不是价格虚高？如果只看参数表，那绝对是。你花更少的钱就能买到手感更好、功能更多、更符合人体工程学的装备，但是你会在用的过程中发现，外设的使用成本从来不只是买的时候花了多少钱，它还包括你因为蓝牙没连上而断掉的思路，那个需要反复输入的用户名密码，还有你面对那95%到位但始终差点火候的那5%所消耗到的注意力。而妙控双雄厉害的地方就在这里，它把这些阻力几乎清零了。它们的价值不是那个铝合金壳子多么炫酷，而是它作为 Mac 的自然延伸，无缝、费力、不打扰，开机一定连得上，没电前一定提醒你，原配终究还是原配。OK， 以上就是今天视频的全部内容了。如果觉得对你有帮助，记得点赞、分享并订阅，你们的支持就是我继续更新的动力。我是 Barry， 让我们下个视频见。